现在一些曾经被中国处罚过的人，好了伤疤忘了疼，看来呀，为了让敌对势力有所顾忌、有所收敛，中国很有必要进行立威之战呢。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包明说。这一期节目的话题是时代呼唤中国的立威之战。当今世界，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以及美国的这些走狗国家当中啊，存在着一个让中国人异常愤怒的现象，那就是谁对中国强硬，谁就受到选民的追捧；谁反华的态度坚决，谁就能够获得更多的选票。一些国家领导人甚至依靠反华的议题当选上位。更有甚者，像余茂春这种极端反华的汉奸，甚至进入了美国决策层的智囊班底。这种现象在美国、日本、澳大利亚、韩国、欧洲比较普遍，在台独猖獗的台湾岛上，那更是盛行不衰。这不得不让我们反思一个问题：中国人向来与人为善，埋头自己的发展，过自己的日子，不惹事儿，不称霸，为何却依然不受这些西方国家的待见？难道这个世界真的是马善被人骑，人善被人欺吗？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与历史上对残害中国人的罪犯没有进行彻底的罪责清算有关系。日本发动罪恶的侵华战争，14年间屠杀了3500万中国军民，犯下的战争罪行呢是罄竹难书啊！仅仅是在南京一个城市，在6个星期内就屠杀了中国军民30万人。抗日战争结束以后，不仅多数战争罪犯没有得到应有的惩处，甚至连战败国必须承担的战争赔款都没有落实。美国为了反共反华，竟然重新武装了日本，在日本的教科书中大量的美化日军的行为，把侵略中国说成是进入中国，甚至否认有南京大屠杀这一事件的存在。日本以安倍晋三为代表的反华分子们丝毫没有对中国的愧疚，还时刻觊觎着本属中国的领土钓鱼岛。美国和日本如此对待中国，不是丧尽天良是什么呀？对于残害中国人和海外华人的罪犯，没有清算的还不只是日本人。1998年，印度尼西亚发生排华事件，期间发生的对华人的迫害骇人听闻。印尼5月骚乱期间，印尼的军队有组织的针对华裔进行烧杀奸掠，导致1200多人在骚乱中丧生，5000多间华人商店和住宅惨遭烧毁。更令人发指的是，印尼的暴徒还在光天化日之下丧心病狂地强暴了数百名华人妇女。事实证明，时任印尼的总统苏哈托的女婿、陆军战略后备部队司令普拉博沃中将为代表的苏氏家族和军方内部的一些人，为转移民众的视线，强行实施军管，延长家族统治，而阴谋策划了枪杀学生、残害华人、挑动种族矛盾的卑劣行动，是5月骚乱的幕后黑手。印尼华人何罪呀？遭受如此受刑，每一次印尼发生权力斗争的时候，他们都成了牺牲品。很长时间，印尼政府对此采取坐视不理的态度，有意使华人成为民众宣泄愤怒的替罪羊。之所以出现反华有理、反中上位的现象，与我们对反华分子的打击不狠不利有直接的关系。在这个方面，别的民族、别的国家是怎么做的，值得我们深思。以色列很小，但是对残害犹太人的纳粹分子，对危害以色列国家安全的人，以色列会动用举国之力进行追捕，哪怕是他躲到天涯海角。万里之外追捕屠杀犹太人的漏网的纳粹阿道夫·埃希曼，定点清除哈马斯的精神领袖亚辛，暗杀伊朗核物理学家法赫里扎德，以色列从来不手软。美国向来实行国家恐怖主义，一直是动用国家的力量对危害美国的个人和组织进行打击。10年追捕本拉登
暗杀伊朗的军事领导人苏莱曼尼，暗杀多个反美国家的政要，美国从来就不这样的动用国家力量对反美的个人和组织下手。中国人的民族特性呢是温良恭俭让，但是也有民犯强悍者虽远必诛的古训。我们不提倡搞国家恐怖主义，但是动用国家的力量打击敌对分子并不是以色列或美国的专利啊。如果对公然危害中国的国家利益、公开残害中国人和海外华人的人不进行坚决彻底的打击，那我认为这是对14亿中国人加6000万海外华人的不负责任。对死硬的反华分子蓬佩奥、娄比奥、克鲁兹等人，特别是对汉奸走狗余茂春之流，还有什么客气的呢？还有什么必要进行等待呢？最近呢，美国媒体进行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街头采访，只有 5% 的人愿意跟俄罗斯开战，但是有 25% 的人愿意对华开战。为什么呀？因为俄罗斯它的原则是谁惹我就打谁，谁想让俄罗斯不存在，俄罗斯就让谁首先不存在。朝鲜战争为我们中国赢得了2战后70年和平发展的时间和空间。现在一些曾经被中国处罚过的人，好了伤疤忘了疼，看来呀，为了让敌对势力有所顾忌、有所收敛，中国很有必要进行立威之战呢。好，这句话题就说到这里。